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作业，这张效果画的非常好啊，这个结构很清晰，画面很干净，很不错，形呢也比较准确。然后有一些地方注意一下啊，第一张，像它这个肩啊特别的饱满，比较大，然后看到这里，你这个呢有点尖，就是有点画尖了，像这种感觉。看到照片，它这个形状呢从尖峰过来，中间这一段比较缓，大概从这个位置往下转，这里呢是朝下的一个坡度，你这个感觉就是从这儿就转了，那这个坡度感觉有点大，所以说形状它就不一样。这样过来，这个肩的这个形状就更合适一些。然后这边中间的这一段好像都是有点缺，所以说这个饱满的程度看起来不够。然后中束、前束是这样的关系，前束穿到中束下边，然后手臂的宽度啊，就把这些形的细微特征注意一下。它是一个平视的，所以说呢，这里不用画那么圆，再扁一点。然后像这种地方，这个脖子，胸锁乳突肌不要画出去，这样的话就有点像开花了一样。要把胸锁乳突肌的横断面、它的宽度、它的厚度，把它融到这个圆柱里边。要注意这个圆柱整体的一个宽度。胸大肌下面的形状是这样子，它不是从这块过来的。还有一束要下来连接到第6类的肋软骨，这块注意一下。然后下面这个也是肩三角肌的形状，注意一下，还是这块画高了。你看到照片，这一段都是略平的。抬起来手臂呢，把它拉起来，拉起来之后呢，整个都变窄了。这是动态带来的形的特征。包括这边的胸大肌也是，大概是到这儿的。然后这一个胸腔下半部分的透视，右边的这一侧应该更低一些。然后右侧的乳房的脂肪地儿位置也更低一些，这个透视关系注意一下。我看一下这张呢改过之后也很不错，这个可以啊。但是这个骨骼下面这张啊，这个注意一下，胸腔距离体表要再近一点，尤其这个动作跟这个差不多就可以，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瘦的一个女性的模特，所以说她的骨头呢距离体表就应该更近一些，这个注意一下。然后就是胸大肌，你看这女性的胸大肌，它的起点第6肋软骨的这个部分呢都有所缺失，就是它要附着在这个位置。这里都有这个地方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呢，这个左右两侧动态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光看你这个结构画的呢，它是一样的，要注意动态带来的一些变化。然后这边的胸大肌再往里面收一些，来看下这张，这张的话，这个胸腔有点太小了，距离体表太远了。你像这个地方是顶起来的，胸腔至少要到这个位置的。另一侧你看胸腔和体表的距离，对这个部分的判断再准确一些。然后胸腔下端是扩开的，不要画成个尖儿，然后这个尖儿又夹起来像个夹子。这个地方也是，尤其是胸腔的下半部分啊，距离体表最近的这一块，在图片中也不能画这么远。最下面这个也是，这些都要再注意。胸大肌的外轮廓，第一张图注意一下，这块又凹进去了。肩三角肌的侧面的这个长度稍微短了一些。然后第2张图抬起来这个手臂，肩三角肌下边的这个边，再抬起来一些，不能再往下糊这么多。下面这张脖子稍微粗了一点，比例上，肩三角肌的接触点应该往前转，转到了中间这个部位，因为整个手臂是旋转的。这张画的效果也挺不错的啊，用线还是比较有层次的。这形呢，注意一下，这个地方画的太宽了。
这个地方收回来，尖三角肌下边也给它收回来，然后跟着这个边的轮廓也收回来，然后胸大肌侧边再往外扩一些，这样的话它这个形看起来就更准确一些，舒服一些。要不然肩和手臂都画出去了，然后胸大肌又画里边去了，就感觉这个形有点奇怪。这边都还好，下面这个也没什么太大问题，就是脖子稍微细了一些，然后横断面这脖子的朝向判断的不够准确。如果是画这个模特的话，他的手臂的圆柱朝向应该是这样，朝向外侧。胸大肌在外轮廓上，这里可以是微微向外弧的，但是最下面这一束应该被拉直的。下面这个脖子稍微粗了一点，这一侧的斜方肌画小了，这样差不多。然后这一侧的感觉不太舒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画短了，这个地方画窄了，胸大肌厚度不够，尖三角肌应该再往下走，再往下走。胸大肌和尖三角肌整个是这样的一个厚度，这样看着才会舒服一些。这个画的也很不错啊，结构很清楚，也很准确，这个没什么问题啊。今天这个作业的质量都比较高啊，画的都挺好。然后胸腔的大小，胸腔可以再稍微短一点，就是在腰部最细的这个地方，大概就是胸腔的下端点。第二个大概在这儿。然后第三个图呢，在右侧的肩胛下角下边可以给它画两道褶，这是由于动态产生的。这样加上之后呢，也更能够体现出它这个动态。